Hello， 大家好，说来就来，我是芊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关于如何勇敢的做自己。在这个社会最难过的现象是，在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不敢展现出来的自己。做自己呢，在这个文明来说呢，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为社会给人们定义了很多的框架。如果我们不符合这些框架的话呢，我们就会被定义为不正常或奇怪的存在。比如男孩子哭啊，或释放自己情绪的时候呢，经常呢会被身边的人呢拿来开玩笑，或者是严重的话呢，有些人甚至会觉得哭是一种娘娘腔的行为，觉得只有女生呢才会做这些事情。要不然就是呢，女孩子呢在一定的年纪没有嫁人的话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觉得女孩子没有依靠。每个人呢，无形中呢，都在承受着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压力，活在这个世上。对于别人的看法或想法都很敏感，很在乎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如何的。从古代到现代呢，我们几乎很少听到这个所谓做自己的观念。现在虽然我们的社会呢，开始有去倡导做自己的声音，但是一直被社会惯性引导的人们呢，早就忘了如何去展现自己光芒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去做一件事情呢，除了是来自对自己的不信任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担忧别人的眼光，满脑子都想着如果自己做不好或失败的话，很没面子，别人肯定会嘲笑自己。它并不是属于个人意识的影响，而是源于集体意识的业力。很久以前，在古代呢，人类就有这种存在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信仰。孩子生来呢，就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必须听长辈的命令，光宗耀祖。如果孩子想做别的事情呢，就会被家族控诉为不孝子或大逆不道的。所以大部分的他们呢，基本上呢都不会去思考自己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现在我们虽然呢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古板，但是我们潜在呢还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活在父母的、老师的、社会的期望中。如果做得好的话呢，可能会有奖励，但是做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受到惩罚。我们的成长环境呢，就是一直透过外在的评价回馈来让自己成长，都是用逼迫的方式来塑造自己成为社会中理想中的样子。比如小时候呢，你有自己的主见你不想上补习班，所以你告诉你的父母，但是你的父母会不同意，他会告诉你，你的成绩不好，你没有资格说不。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非常想要去达到父母的渴望，让父母开心，但是不知为何自己就是办不到。不要以为孩子不想，每个人呢都是非常渴望得到认可的。成绩好的福利呢多得去，会被父母爱啊、称赞啊，被老师认同啊，又被同学崇拜，前途又一片光明。因为社会呢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人，不用每天面对愁眉苦脸，每天对自己唠叨的亲人，老师的严格，甚至还会被别人看不起，可是自己就是做不到，因为社会的体制过于刻板单一，尝试把人们的意识状态一致化，觉得把所有的孩子呢关在一个连上个厕所也要得到同意的房子里，看着眼前的人教书。有些的孩子呢，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顺利成长，但有些的孩子呢却达不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天性，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当世界硬要把不同的人呢往同样的模具塞，适合的人呢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但对于不适合的人来说呢，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痛苦。过于僵化的环境呢，是目前这个社会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很多的人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自己的光芒，而活在自卑的世界中。学习呢，本来是一种无极限的、多元性的，它可以为我们展现新的世界、更好的自己。但
但很可惜，并不是每个人能够体会到它的乐趣。它已经进展到拿来衡量自我价值的境界，觉得成绩好的人呢很优秀啊，是个很有价值的人；成绩不好的人呢就是笨蛋，什么都不懂。觉得你只是个普通的员工呢，没什么特别，却觉得在国外工作的公务员呢就很优秀、很厉害。人无法带着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就是这些过往的经验呢，让我们去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如别人。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这么好？为什么别人可以如此努力的学习，但是自己就是做不了？从来没有人去发现到，因为每个人本身都是独特的，这就是集体意识所创造的世界。当世人包括你自己都认为每个人呢都必须过着类似的人生呢才能圆满，那么这些不符合条规的举动呢，对我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我这里呢并不是说要去批判这个世界或人，我只是把在这里所看见的用简单的字语去描述出来，并不是要去埋怨或痛恨世界如何对待我们，而是希望每个人在意识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不要再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或者用这些作为自己无法过得好的理由去怨恨你的命运，或者那些过去如何对待你的人。每个人呢都是一直在学习，你也是在学习，他们也是在学习。当我们得到领悟的时候，就把它释放掉，继续前进。不要反而让自己停留在过去，对自己的经历去埋怨或指责，这并不是灵性的意义。每个人的价值呢，并不是仅靠别人眼里的条件来决定的。没有人能够为你的人生负责，无论对方是你的谁。世界没有定律说谁一起来，谁一起走。每个人呢都有自己该走的路。这些道理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懂，但是就是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如果想要改变呢，就必须带着觉察来引导自己。这些习惯呢，会让人无意识地活在牢笼里，不敢展现自己。就好比我，不要看我现在说了这么多呢，我已经很勇敢做自己啊，我已经不畏惧别人的眼光了。当我做一个决定，就比如好像现在我在要做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当这个感觉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惨了，我的父母呢不知道会如何看待我，我的朋友啊，我的同事啊，就是那些认识我的人呢，会怎么想我呢？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啊？我疯了吗？我会不会因为没有活在别人的期望中而让人失望呢？会不会遭到嘲笑呢？这时候觉察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就会醒悟，看见自己又在迷失在这些恐惧中，然后转换它，因为它并不是我的真理。关键在你是否相信这条路是不是能够真正带给你快乐。如果你因为他人的眼光呢而局限自己，那么你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成全了别人，却无法感受到自己快乐。那时候呢，你就会已经看开，觉得好像别人的眼光呢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只是用自己的信念来定义出现在他们自己世界的每一幕，那只是他们的信仰，其实和我们的人生呢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本无关。他们只是随口说几句，然后拍拍屁股走的人。可是我们竟然因为这个微小的举动而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对我来说呢，这些情景呢，就是灵魂刻意为我们安排的课题。我们到底能否意识到什么对自己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否因为表面的烟雾呢，而看不见烟雾底下正在发亮的光芒？那个光芒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路。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别人随口说的几句话而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了解自己。当你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或不确定的时候，别人说什么你就很容易被影响，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确定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信任自己，你心里有那个方向的时候，你是不会被左右的，因为你很清楚自己在干嘛。当我们缺乏自我价值的认知的时候，
我们就会依赖别人的眼光来决定自己。在忧虑自己会不会被别人批判之前，我们是否想过，我们能否去接纳自己如此的面相，承认自己真实的一面？如果连我们都无法接受自己，即使别人愿意包容你，你还是无法跨过心里的那个坑。当一件衣服别人不停地对你夸很美的时候，只要你心里不喜欢，你是绝对不会去买。只有你真心承认它，认定它是你的真理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接纳。同样的，当别人不认可你的时候，你是否认同别人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呢？如果他们说这件衣服不美，但是你心里你觉得它是美的话，你会在乎他们的评价吗？或者他们说你是个笨蛋的时候，你是否觉得自己就是如此？你会不会因此而忧郁吓到？难道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吗？我真的是个笨蛋吗？如果连你都觉得自己不好，那么你就会被别人的话伤害。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外在所展现的一句话而迷失自己。我们从没去想过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自我认知不够坚定。我们的价值呢，永远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话而受到改变，除非你允许它发生。就像宇宙一样，它的真理不会因为受到别人的误解而受到影响。无论旁人说什么呢，它还是依然自如的运转，不会受到改变。它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专注在不属于自己能量的身上。同时，我们也不要去否认自己不如宇宙，因为我们就是宇宙的一份子。想要做自己，那么请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开始。不要对自己批判，批判只会让你对自己越来越自卑。并不是说让你去逃避你自己不喜欢自己的那一面，只是接受它，不要去抗拒，允许自己有这样的一面，因为每个人都是正在学习的灵魂，它并不是错误，而是让我们去成长的一个经验，不是什么坏的事情。让这些经验推动你去认识自己，知晓自己是什么。不要忘记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中性的，没有好或坏。你的特质也是如此。与其去抗拒，不如把这些认知转化成帮助你的力量，去活出你想要的样子，不留遗憾。是否能够活得快乐或者痛苦呢？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就订阅、分享、点赞，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